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23号，星期四。恐惧指数呢，它一直在24到26之间波动。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02分兑1美元。那 CDC 啊，在最近的这个冠状病毒指南中啊，它更改了决定何时结束隔离，并且恢复正常活动的政策。从之前基于测试的策略呢，转向了基于症状的策略。CDC 表示呢，这种更新呢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时间隔离。大多数人呢，可以在出现这个冠状病毒症状10天后呢，以及在没有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退烧至少24小时后停止隔离和预防措施。这和以前的退烧药维持72小时的建议不同。CDC 呢，它还是建议啊，根据通常出现症状的潜伏期来推算。那么在接触病毒后呢，隔离14天。没有症状的人呢，他可以在第一次阳性测试10天后停止隔离，如果他们随后没有出现症状的话。CDC 说啊，那些严重免疫力低下或者是病情更严重的人呢，应该隔离20天，在那之后呢，可能就不会再有传染性了。在与冠状病毒相关的症状清单不断扩充以后呢， CDC 还将改善呼吸道症状的用语呢改成了改善症状。有的时候呢，新冠病毒在感染后最多12周内呢都可以被检测到，但可能已经没有了传染性。因此，以前被诊断为有症状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人呢，在恢复后呢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应该在首次感染出现症状起3个月内不用再进行病毒测试。这种可检测到的病毒呢，持续存在的原因呢，尚未确定。自从新冠病毒出现以来的6个月内啊 ，CDC 表示啊，没有再次感染 SARS-CoV-2 的确诊隔离。最后 ，CDC 建议不要使用血清检查来确定是否是在新冠病毒或者是有第2次感染。全世界都没有意识到这次疫情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时间到底有多长。到今天为止啊，对于眼下的这场疫情，全世界估计啊，还没有多少人来得及做一次深刻、全面又富有前瞻性的理性分析。事态的发展已经在各个方面无数次击穿了我们的想象，因此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全世界正在面对着一个人类踏进文明门槛以后从未遇到过的全球性的大毁灭。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欧洲回来躲避瘟疫，他们以为躲完风头以后呢，就可以回到欧美继续求学工作。可是他们哪里想得到，他们这次回到中国很可能就是一次单程的旅行，之后他们可能再也不能返回欧美去了。也许要几年、10几年过后，欧美的那些著名的大学才会重新打开尘封的大门。2020年初的这场瘟疫啊，对中国来说呢，却有着1840年以来非同一般的意义。目前按照新冠病毒凶残而狡诈的特性来看呢，人类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可以预料到，未来几年甚至10几年，整个地球都会在新冠病毒以及各级变异后代的轮番进攻的滚滚狼烟之中瑟瑟发抖。未来几年或者10几年啊，人类的生存很可能就进入到这样一个模式：第一，病毒是以候鸟模式在南北半球来回流行传播。比如说第一年的10月到11月到第2年的4月5月，那病毒呢在北半球肆虐，到了第2年的4月5月呢，到这个第2年的10月11月呢，病毒呢跑去南半球流行，到了第2年的10月11月到第3年的4月5月呢，病毒又回到北半球流行，之后是再去到南半球，整个地球就在这种周期性的痉挛中痛苦的呻吟。第二呢，断航、封国、封城、蛰居成为常态，极端的抗议方式呢将会成为人们各地的生活中随时出现的常态。全人类的生活都退缩到了只满足于生存基本需求的底线，人类的社会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压缩，人类的发展空间萎缩到了最小程度。第三呢，人类的生存质量，那么总人口数量将会断崖式的急剧下降，第三产业将会遭受重创，金融业、文娱、体育产业、旅游业、餐饮业惨不忍睹，跨区域的投资陷入全面的停滞，国际贸易下降到最低程度，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的经济存在着短暂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风险。多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这个国家呢，它 GDP 会腰斩，那么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科技文化水平将会大幅度的倒退。
第四啊，全球政治经济是会重新洗牌，在愈演愈烈的疫情的背景下呢，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呢出现一轮又一轮的重新洗牌，大规模的硬杀伤战争爆发的几率将会大幅的下降，但是小规模的高烈度局部战争爆发的频度将急剧增高。其中以人类生命为攻击目标的生化战争呢，将成为战争的主要形态，甚至是主要手段。第五，大自然呢将淘汰10亿以上的人口。相对于世界范围的生产总量来说呢，77亿的全球总人口显得绝对过剩。大自然将会以残酷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淘汰10亿、20亿甚至更多的人口。那么人类是不是可以通过研发疫苗和新药来战胜新冠病毒呢？目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新冠病毒堪称是一个完美的杰作，它就像一个宏大的交响诗一样精妙复杂而又巧夺天工。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强大的全能型的纳米级的选手。从能够得到的公开的信息来看啊，新冠病毒并不像是一个自然产生的病毒，它所具备的很多特性相它更像一个极微小的125纳米的智能机器人。它自由自在地在人体的细胞内穿梭，人类的肾脏、肝脏、大脑、免疫系统、排泄系统、生殖系统，统统都是它的攻击目标。它在发起攻击的同时呢，还可以轻松地躲过药物对它的追杀，直到和宿主一起同归于尽。第一，病毒有超强的耐心，它可以在人体内无症状潜伏14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目的就是要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最大程度的传染到它能接触到的所有的人。第二，病毒有惊人的谋略，它病死率不高不低，与超长潜伏期结合的恰到好处，既不能让宿主很快的病死，又可以在它被发现之前呢传染更多的人。第三，病毒有神鬼莫测的传染途径，它可以通过空气、触摸、饮食、粪便传播，甚至病毒完全有可能通过大面积暴露和有损伤的皮肤传播。第四，病毒有闪胆腾挪的这个攻击路径。科学家原来以为新冠病毒主要通过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ACE2 来建立对人体的攻击路径，但是病毒出现变异，出现了3条攻击路径 CD147 和 Furin 等等。第五，研究人员认为病毒实际上具备了乙肝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特性和功能，又能以流感的方式大规模的传播。就是宿主通过治疗恢复了健康，病毒还可能终身寄生在宿主体内。等到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呢，它再度生机萌发，兴风作浪，就像原本十分凶残无比的老虎，又突然长出了翅膀，而且还变成了隐身。对此，各种现代化武器武装到了牙齿的人类呢，才会在第一时间内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不堪。那么，这种病毒的神奇之处还不在于此啊！病毒是一个单链的 RNA 冠状病毒，极不稳定啊，它容易出现变异。2020年2月12号之前，病毒的进化呢，它的进化树上最少就已经有了5个单倍型。那么，今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过程中呢，病毒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变异，繁衍出更多的亚型，甚至可能以别的病毒形成重组，突变演化出一些全新的超级病毒出来。近来有人发现，3月18号之前啊，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病毒的毒株已经有了26部的突变，在法国境内的毒株有了18部的突变，而在中国境内呢，最早的毒株突变只有香港的一例，为10部。人类啊，在与病毒对抗的斗争中啊，一种是被动的，但是可以最广泛使用的手段呢，就是生产出对付病毒的特定疫苗。但是疫苗的研究周期呢，至少需要几个月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这个速度远远小于病毒的变异速度。这就是说，如果在没有中医药等有效药物介入的情况下，人类实际上就是在骑着自行车追赶着病毒的高速列车，只会越追越远，越死越多。退一步说，即使半年或者1年后啊，能够对付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研制出来了，但这些疫苗和药物能够对付病毒各个家族中的不断形成的新的亚型吗？那如果病毒又产生了更大的程度的突变，那么人类又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么最近啊，又可以被发现啊，那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患者呢，还能同时检测出2种新冠病毒的感染情况。
一种是新冠病毒原始的这个变体啊，另外一种呢就是新冠病毒，那么在一个人的体内被发现，而且呢可以发现大过40种病毒的变种。美国有些阴谋论者，他们认为啊，美国有计划消灭社会的底层的老年人、黑人，说出这话的人基本上都是脑残呐。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啊，这是现在这种反人类的言论呢，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呢？归根结底的，是不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呢？我们知道大家都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但是呢，这个世纪的水平呢，包括中国人的水平呢，是不是还是在上个世纪呢？那么理论上说啊，为了这个，实在是不敢想象 WHO 如果它没有美国是什么样子，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了。那么如何判断啊？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每个人说，川普说要给中共党员断绝各种签证，现在存在美国的共产党员给他遣返回国，那么怎么确定一个共产党员呢？那么理论上很多人都在想，如何能够界定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共产党员？那么他如果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查出来他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宣誓的誓词非常的严格，而且是呢，他要求是永不叛党。然后呢，这个宣誓完了的党员呢，他如果不好好待在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去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跑到了万恶的资本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和动机呢？那么难道共产党员是来消灭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吗？还是来到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来享福的呢？总而言之不管是这个共产党员的动机是什么，那么这个共产党员他既违背了庄严的宣誓，也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所以美国政府现在针对中共党员和他家属下达了旅行禁令，既帮助了美国，也帮助了中国，这是一个稳稳的双赢。那么美帝是免费在帮中国反腐，帮中国增加收入。那么其实呢，中国真的是应该感激美国，在海外帮助中国进行反腐，把美金遗失在海外的拿回中国。但是执行这个党员和家属的旅行禁令呢，对于美国来说，它一个最大的头疼的地方就是怎么能界定呢？那人家如果说一口咬定说自己没有入过党，你怎么去核实呢？确实是个难题。对于这个大官来说很容易，那网站上一查就知道了比如说那华春莹、耿爽他们人人都知道他是党员，是吧？他们的孩子呢，如果能够给遣返，那也肯定是正确的。那怎么能让这个红二代在美国接受了资产阶级精神和物质污染呢？那么很容易从这个高调的人里马上就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些这个确实界定为他是党员还是不是党员，并不冤枉呢？那么如果界定说所谓的党员他携带巨款跑到美国是为什么呢？人人都说中国共产党它有9200万到9300万的党员，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个谜。那么实际上呢，并不存在一个全国的中国共产党员花名册数据库，不然的话早就被这个黑客给黑了。中央机关到各层的党组织机关是由各个组织部管的。赤黄两的单位有2套人事档案系统，一套是人事档案，另外一套是党组织成员档案。2套档案都记录了每一个员工是不是党员。人事档案理应保密，因为涉及隐私。但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上说呢，党员的档案应该是公开的，因为是大公无私。实际上1921年到今天快100年了，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档案一直是个秘密，上面记录了什么，连党员自己多半都搞不清楚。这就给鉴别中国共产党党员带来了难度尤其是已经赴海外或者到达海外的党员，很难美国鉴别他们是不是党员，很困难。但是最近呢，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党产这保管的190万党员的名单被泄露出来了，在48小时之内全部外泄。这批庞大而定为机密的党内文件全盘记录了所有现存党员的组织编号、姓名、性别、民族籍贯、文化程度、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和通信方式。理论上说，这些案卷应该按照传统放在保险柜内的。
而且需要武警持枪站岗的，严禁任何人入内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流露出到外面来了。那么其实呢，党员的档案是保密的，那么你获得的手段如果不合法，美国肯定也不会采纳。所以说到头就是一件事儿，作为你党员本身，你自己能不能够诚实的向美国政府交代，那么讲清楚。那么我们知道，谷歌、百度搜索地图问世之前呢，中国的各个省市出版的地图呢，从来没有标明各级组织部的地址。那么呢，所谓的组织部呢，它是设有这个举报电话啊，就媒体采访电话之类的。它的部、处、科等部门呢，它的电话呢都是对外面保密的。所以呢，针对这批流露出来的这个党员的档案资料呢，那么很多人在问啊，这批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么需要你鉴定嘛，对吧？理论上说，如果复制或者伪造这些资料，需要很大的成本，所以很大的可能性它并不是伪造的。所以呢，任何一个原籍上海的读者，或者是在沪有党员亲友的外省市的网民，他都可以查找的。那么如果190万条条目信息呢，没有一条相同的，看上去好像不是伪造的。那么这个文件又怎么泄露出来的呢？那么中共内部的信息来自这个文件电脑的电脑管理，那么是有线连接的，那与互联网隔绝的，高手再好也必须侵入到了市委组织部办公楼里面来拿。那么中国内部的政治保卫呢，是严密程度是世界一流的。所以呢，哪怕是办公大楼里有任何一台电脑运作的话，只插个 U 盘，那么中心控制室就能记录在案，同时随时可以给予这机操作内容的甄别。那么当下这些材料上了互联网，那怎么能看到呢？当然大家是可以去什么https mega.nz folder， 然后这个中国的境外网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链接。那么同时呢，虽然这批档案出来的是不是恶搞或者伪造呢，其实它的重要性并不大。这重要性大的是呢，还是针对于这个党员本身。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你没有所谓的做过恶你是为了一个生活方式，你是为了一个获得更好的收入，你是为了一个个人的前途，那其实作为一个党员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对于所有的在中国成长的人来说，从少先队、共青团到党员，它是一个人生追求的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种向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社会制度下呢，成为党员是唯一一个有志青年向上的一个路径。如果你不是党员，你也不可能掌握中共的权力；如果你不是党员，你也一般不会被公派出国；如果你不是党员，以前还是不能拿到护照。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党员的这个党内文件分为三档一种是秘密，一种机密，一种绝密。所谓的秘密档案呢，它是指仅在党内相关的业务系统和部门传阅。如果是机密的档案呢，是指党内文件内容呢有根据需要的可能，或者依照文件指示，逐步将内容或它的精神原则传达到文件所规定的阅读范围之外的部门、社团组织或一般群众。机密的含义通常指扩大范围，受时间先后顺序的严格辖制。绝密指严格按照文件指定的阅读范围，直到发问日期仍无传达的意向，一般都是永无解密的意向，并且会收回，阅后收回。无论是哪一密集的文件呢，都会有遗漏在外的可能。但是有配套措施呢，关系到党内重大事件的文件档案呢，比如说党员的名册呢，是绝无外泄的可能的。从理论上说呢，其实外界包括美国呢，它是拿不到这个中共党员的花名册的。但是呢，有可以从一些外部的这么一些迹象来鉴别，比如说你可以闭着眼说是只要你以前在中国的各级政府、乡区、县市到党中央担任副科级以上的职位的干部，100%是党员，这点没问题。各个国企单位、吃皇粮的事业单位担任过副科级以及更高职位的，基本上是党员，这点没问题。这叫党领导一切嘛。所以这些人办赴美签证的话呢，拒签的图章只要一看，绝对不会有错。那么第二呢，如果凡是中国的军队里担任过任何官职的，从班长到司令，无论职位高低，一律是党员，绝对没有意外。当时是支部，80年代开始就支部建在连上了。那么班长不是党员，怎么去开党小组会呢？
所以凡是担任过警察、城管、普通议员，也基本上是党员。那么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差事呢，不可能让给一个非党员。第三，如果中国的这个公务员来美国办签证呢，即使这个公务员不担任任何官职，80%以上的可能性也是党员。那么根据着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消息说呢，中国的公务员队伍中呢，党员的比例超过了80%，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拒绝的话，80%是正确的。那么凡是具有这个所谓的贪官特征的带大量现金来美国的话，这种人呢，如果自己不是党员，至少他们也有党员的亲属，因为很简单，除非你是一位私人企业家，不然你从哪儿搞来那么多美元呢？党发的工资是人民币，那么这些年来中国查出的贪官，有任何一位不是党员吗？所以呢，只要是贪官，一般肯定是党员。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中国的年轻人来到美国留学，他不住学生公寓或者校外租房，而是跟人家说我爸替我买好房子了，住自己家，这样的年轻人呢，99%的可能性就是党员家属。所以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那么如果任何一个亲戚比如你父母，他来这儿把子女的房贷给还清了，那么这个人也可能99%是党员。所以这样的方法就很容易鉴定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了。当然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党员本身，你如果能不能够诚实的向美国政府揭示，如果你揭示了，有可能被拒绝，但是你没揭示呢，有可能被控罪。所以呢，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同时呢，那些凡是中国公费派遣到美国的，多数也是党员，所以这点就不用我说了。当然最近的情况是，刚刚发生了这个休斯敦的中国的领事馆出现了这个着火的火警，据说呢是因为这个美国要把这个领事馆呢派回中国，但是呢受到中国的拒绝，因为需要接受这个核酸检测，但是美国拒绝，因为说我的 DNA 会被你拿走。所以双方在进行这个攻防的时候呢，这个业主这个休斯顿领事馆的这个中国领事馆的这个业主呢说不租了，所以呢变成了美国政府要求在3天之内呢必须离开。所以呢现在休斯顿领事馆里面烟雾缭绕很多的机密文件呢正在被燃烧在铁桶里面，所以呢导致呢有人报警，消防队呢跑去了德州休斯顿。所以这是一个大概最新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事件的进展呢，我们还会继续追踪。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